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12集，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我们聊到了有关于徐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嘛。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在描述说刘备他如何一路开挂成为徐州的刺史啊。那这段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名场面啊，包括曹操盖饭。三国这个电视剧后来成为很多迷因的由来，其中很多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把曹操当成英文老师，引用三国电视剧的画面，然后开始一本正经的教你说英文。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荀彧他会问说：“禀主公，请问 by at in。”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曹操他在吃饭，就是我们看到这一集当中开头曹操在吃饭的画面。然后曹操就一边吃饭一边回答荀彧的问题。他就问荀彧说：“所以你明不明白，主公？所以我应该怎么说吗？”因为他说错的关系，结果曹操就然后就盖饭，然后就说：“我再教你一次。”然后结果到最后荀彧说正确了，曹操说 “very good boy”， 然后就把饭扫一扫，然后扫回去。我那时想说，网友真的是很天才的存在呢，哈，这就不奇怪了。好了，我们回来讲正经的哦。那这段历史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哦？对，为什么曹操会气到盖饭嘛？对，其实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曹操在远征徐州的过程当中是还蛮顺利的。OK， 陶谦算是被打得节节败退，结果没想到就有人通他说：“你的大本营兖州被人给偷袭了，被谁偷袭了？被吕布偷袭了。”因为曹操出兵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大本营交给一个他很信赖，算是部下吗？或者是算是朋友的一个人，叫做张邈。但是张邈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跟曹操可能有点闹翻了吧。张邈这个人他交友广阔，曹操是他的朋友，吕布也跟他有友情关系，所以张邈后来就在成功的建议之下，竟然决定说：“那我们就舍弃曹操吧，我们迎接吕布，占据兖州。”当时曹操打徐州本来打得好好的，突然听到说：“我的大后方被吕布偷袭了，甚至只剩下一些城市还保留住，要不是留守的荀彧或是陈馀这两个军师，可能真的是整个大本营都丢失了。所以曹操就只好怎么样，赶快撤退，跟吕布去争夺他的大本营兖州。那其实电视剧真的是因为了精简篇幅，接下来就演到说吕布被打败嘛，落荒而逃嘛，于是就开始去投奔刘备嘛，对不对？但其实曹操回去攻打吕布，双方交战的非常激烈，而且整个战争时间长达1年多。当时是有描述说，不出兵战，先以计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乘乱，持土火出，坠马烧左手掌。什么意思？就是曹操率领部队回头跟吕布进行决战，吕布呢就利用他最擅长的骑兵攻势，攻击曹操的精锐青州兵，结果青州兵被打得大败。当时曹操在一片战火当中策马突围，还不小心摔倒之后，左手掌都被烧伤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曹操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狼狈的。对，这个情况蛮危急的，这应该算是曹操人生当中几个重大危机当中的其中之一吧。对啊，你就想想看，前面打又打不过，大本营又被占走，大本营被占走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没有粮食啊。所以你看曹操盖完饭之后还要赶快把饭给扫回去。这段真的变得很精彩，因为首先曹操会说：“我攻下徐州，传令我要屠城。”然后曹操的部下曹仁就表示说：“你做这么变态的事情哦。”结果曹操表示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什么意思？就是我大军如果有机会征服徐州是没有错啦，但突然多了那么多的人口，我的军队哪来这么多的粮食供应给他们，对不对？所以与其烦恼这个，不如借口说：“都是你们那边拼死抵抗，惹得我不开心，屠城把老百姓都给杀了，就没有所谓粮食供应的问题了。”总之继续说回来双方接下来就进入到僵持作战。导致双方僵持的原因，除了势均力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其实粮食生产量并不足。到最后怎么样呢？与部相守100余日，就是双方对峙了100多天之后，蝗虫起，百姓大饿，不粮食亦尽，各隐去。又是说，双方打到一半的时候，
蝗灾发生了。那蝗灾一旦发生，所有收成就泡汤啦，百姓也开始饿肚子啦。那吕布这时候粮食也没了，曹操这时候粮食也有困难，双方就不打仗了。双方做什么事情？先各自想办法去找粮食。当时粮食贵到什么地步？就是4岁谷一斛，就是一勺。当然那个勺有多大，每个人说法不一样。总之你就想想看，就是一大勺的谷物50余万钱，50余万钱就是50万枚铜板，很贵，好不好？就是因为贵到很夸张，史书才要特别记载。总之，双方就开始罢兵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只是为了找粮食，找粮食是为了再度进行决战。等到第2年的春天，这个时候双方大概粮食有筹备的差不多之后，再度进行交战。史书还有提到说，当时曹操一度怎么样？在调兵遣将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大本营人手留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要去四散各地去收集粮食哈。结果吕布突然派兵攻打曹操的大本营，好，当时大家就说惨了，人手不够，可能挡不下来怎么办？当时曹操怎么办呢？他说太祖乃令妇人首皮，悉兵拒之，就是说该怎么办？把那些女人找过来，也充当疑兵。反正这个时候能够派上战场的，也不管男的女的，都是战斗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曹操真的是打到真的是已经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地步了。幸好后来曹操设置伏兵成功，把吕布打个大败。最终是一直打到秋天，曹操才终于完全的把兖州给收复，那才接到电视剧吕布逼不得已去投奔徐州的刘备。此时应该有一个问题就出现，就是等一下，徐州本来不是应该是陶谦的地盘吗？是啊，怎么突然就变刘备的地盘呢？这边就要提到又是那2个人，袁绍跟袁术。还记得吧？这2个人为了争夺袁家掌门人的地位，各自有拉拢不同的派系，然后互相的作战。当时袁术这边拉拢的派系有谁呢？除了陶谦之外，还有另外2个人，一个叫做公孙瓒，一个叫做刘备。刘备当时算是附庸在公孙瓒底下，主要的势力范围是平原，也算是河北的一个小县城啦，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股势力。但是刘备这个人很有趣，即便他本身势力不强大，但很多诸侯如果要求援的话，他会立刻出兵帮助。像是后来黄巾之乱算是被平定，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黄巾军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会伺机的反扑。黄巾军有一次就去攻打北海这个座城市，北海镇守的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很著名，很喜欢让梨的那位孔融。融4岁人让梨嘛，孔融从小就是个天才儿童，除了懂得让梨获得长辈的称赞之外，当有人说你要小心哦，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哦，孔融还可以即席反应，表示说那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很嘴对。是。虽然说他本身是个天才，但他在军事上面真的完全不行，所以他当时就被这些黄巾军给团团包围，然后就表示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我啊？后来有人把这个救援的消息传到刘备那边去，刘备就立刻出兵，最终击败黄巾贼，算是保住了孔融一条性命。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刘备这个人他虽然势力不算大，但很愿意主动出击。又提到他是跟公孙瓒、袁术、陶谦算是盟友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当时陶谦有难的时候，他当然也会说有没有人可以过来救援啊？刘备他就又出动了去救援了陶谦。事情就是这么巧，等到刘备救援陶谦的时候，曹操的大本营正好被突袭了，所以曹操班师回朝。那经过这一番折腾，陶谦年纪也大了他也逐渐病重。那陶谦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安排一下身后事史书是这么记载的：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就是陶谦开始在生病的时候，就把他的别驾，有点算是文官的领袖糜竺，也是一个徐州当地的富豪，给找过来说，我告诉你只有刘备能够
安定徐州。所以等到后来陶谦他真的病死之后，糜竺就率人去迎接刘备，说哎呀，你看陶谦生前是有遗愿说，只有你可以安定徐州这个地方的安宁，你就接受吧，你就成为徐州刺史吧。于是刘备就因为这个样子，从原本小小的平原地区的长官，瞬间掌握了一整个州。那这里面当中说到这边，你会觉得说，难道就是因为仁义的关系，所以刘备才争取到大家的好感吗？其实历史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我刚刚讲刘备跟陶谦，很明显他们原本就有相似，是因为他们是个政治盟友关系，是，而且他也的确算是很够仗义的，去及时帮助了陶谦。在当时很多人面对陶谦过世的时候，即便糜竺或是后来我们会介绍到的一个人叫陈登，他们都非常非常力挺刘备来担任，但不表示每一个人都喜欢刘备来担任啊。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你突然空降就成为我们的长官？是啊，此时有个人发话，谁呢？北海孔融。孔融又说什么呢？因为孔融所在地也在徐州附近，所以等到陶谦死掉的时候，孔融大概也是想要关心一下说，附近发生什么事情，也来徐州吧。此时呢，就听到刘备在开会议，然后面对众人说啊，你就来当这个徐州地方的长官啊。刘备此时提出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主意。刘备说什么呢？刘备说，原公路尽在寿春，此君四世武功，海内所归，君可以周与之。就是我觉得我刘备是什么咖小当不上，谁能够当得上呢？袁术。袁术是我们这个政治盟友当中的领导者啊。是啊，他是盟主嘛。对啊，而且他正好就在这附近，人家的地位又比我高，四世武功。什么叫四世武功？就是他们家族好几代都当到汉朝最高级的官员啊。我刘备又算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与其找我刘备，不如找袁术，你们觉得怎么样？结果陈登就是我们刚刚讲也是力挺刘备人，就讲说，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意思就是说，袁术这个家伙啊，性格超级骄傲，让这个人在乱世当中当我们徐州的领导，我放不了心，所以我还是觉得只有你刘备可以来担任。那当然刘备还要继续谦让说啊，这样子不好吧，应该还有其他人吧，对不对？结果这时候孔融就开始站出来说话了，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也，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什么意思？就是袁公路那什么咖小，在我孔融看来，他像什么样的角色？他就是坟墓当中的那具骷髅而已，马上就要死翘翘了，根本不用管他这个家伙。今天的事情，刘备你要注意哦，百姓都乐意，你要是不答应，那就是违抗天意，而天时一旦错过了，你以后要后悔就来不及了哈。我猜啊，刘备为什么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让袁术来当？因为你要想想看，刘备突然平白无故捡了一个大便宜，其他人会说恭喜恭喜，你应得的吗？没有啊，其他人会眼红的啊，所以一定会恨在心里嘛。对啊，对啊，尤其是像袁术这个家伙就是自视甚高啊，所有事情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我才应该当人家的领袖嘛，所以他会认为说那些好处都应该是属于我的。你刘备怎么就突然把陶谦的地盘给继承过去了？你算什么角色？所以我猜刘备为什么提袁术，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他不提袁术，袁术事后是会找他算账的。那当然刘备已经获得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像陈登或是糜竺。此时连外部势力的孔融都说你去当啊，我帮你撑腰的时候，刘备就会觉得说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我都获得一定的支持，袁术应该也拿我没办法了吧。所以他才终于决定接任徐州刺史。所以我个人去翻阅史料的时候，我真心会觉得说，《三国演义》当然就是要营造出一种人物的色彩，就是说刘备真是太仁德了，所以他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大家突然都会集体的觉得说，你不当谁当？你不是我主公，谁来当我们主公？因为你就浑身散发出一个圣人般的光辉。这是小说笔法，真正的历史往往是很多权谋利益之间的交易。如果刘备没有先跟陶谦建立盟友关系，陶谦不会对
对刘备如此的放心。如果不是刘备曾经很主动的帮周遭势力敲定一些事情，孔融不会如此支援他。如果没有获得孔融的支援，刘备也未必能够站稳在徐州当中。好，所以故事说到这边呢，等于是说刘备他接任了徐州刺史之后呢，就接着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吕布被击败之后呢，就投靠徐州的刘备嘛。对，所以这个时候的吕布后续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当时刘备他其实是有慎重的接待吕布，毕竟吕布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猛将嘛。如果真的能够接纳吕布这一股军事力量，对于刘备来讲，我没什么坏处啊。是啊，因为我徐州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嘛，四战之地嘛，曹操那边还没搞定哦。袁术那边会不会找我算账啊？事实上证明，后来袁术真的一天到晚去跟刘备找茬，因为袁术就真的是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我多一股军事力量，当然这是对我们的防卫有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营造出一种就是我刘备怎么样礼贤下士。今天我愿意高规格接纳吕布，其他的人才只要被我刘备承认，我也愿意高规格接待他。在那个乱世，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本。那如何能够吸引到人才呢？当然就是你要给予人才足够的尊重，还有足够的资源。资源啊，没错没错没错，你不能只有尊重而没有资源。这边就要多提到楚汉相争。是楚汉相争当中，项羽其实早期非常非常占有优势，而且后来像是击败项羽的韩信，一开始也是项羽军中的一名将官。项羽其实占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可是到最后项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韩信后来就归纳说，项羽这个家伙是个好人啊，对待士兵嘘寒问暖的。但是士兵后来一旦有了什么巨大的功劳或贡献，那项羽这个家伙就婆婆妈妈的，每次要赏赐就好像极其的痛苦，不愿意把好处给出去。刘邦也就是后来韩信的主公嘛，就说刘邦你呢，你其实对待人非常的糟糕，非常喜欢侮辱人。但是如果我们做对了什么事情，你给我们的赏赐那是一大堆跟着你混，我们觉得更有前途。是一个是你做的真的很棒，我真的欣赏你。那老板有关于加薪的事情，以后慢慢聊。刘邦则是快点去做啦！你不是我的员工吗？我请你来，不就是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啊？去！你在那边心情嘟嘟囔囔的时候，刘邦突然又走过来说：“对啊，上次的案件我觉得干得不错，这个月加薪1万。”你跟哪一位？当然是比较实际的。所以这就提到嘛，就是那刘备他做出这个举动，你看他又给予别人尊重，是又给予对方资源，是。但是很抱歉，投资一定有风险。你接待的你认为是人才，但吕布这个家伙，大家也都知道，通常是不会做太安分的行动。所以后来的电视剧就演到刘备跟吕布之间就开始衍生出众多的爱恨情仇了哈。好的，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刘备如何捡到徐州这个大便宜啦。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使人驾到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